有點驚訝，就讓我們覺得，台灣人其實蠻有錢的哦。那希望這個台灣的駕駛都會看到這一個影片。那台灣呢，還有一件非常大的優點，就是你在路上。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嗨，各位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德意志累版》。這一集呢，我想要來聊聊，因為我2月那時候回台灣去放假了3個禮拜，那所以這一集呢，我想要來聊聊是回台灣有哪一些觀察上的衝擊，或是感受上的衝擊。這樣，剛好在回台灣之前啊，一直在研究車子。然後想說，要不要換一台大車啊？開目前這個 Polo 也開了3年的時間嘛，想換一台車開接下來10年這樣，我們就研究了，比如說像 Mercedes 的 GLC 車型，就這種 SUV 的車型，德國的這種市區內的那個路啊，其實它都不大條，而且路邊的那個停車位都沒有畫格子，我覺得這點很神奇，因為在台灣路邊的停車位都會畫格子嘛，所以你就會比較好停。那在這邊都沒有畫格子，所以有時候那種車距不是很一定，所以通常在這邊很多人都會買小車。通常在路上你看到很多都是像 Volkswagen Polo 或者是Golf 這種車型的車子，街上就會比較好停車。其實不只是德國，就算在意大利啊，或者是在這歐洲各個國家，這種小車都是比較流行。這一次我們回台灣，特別觀察了一下。這個台灣很多這種 SUV 的車型滿街跑哦，就連家人也都是買 SUV 這種車型，也讓我們有點驚訝。Mercedes 的 GLC 其實這價格也不便宜，那可是台灣的路上滿街跑，也讓我們覺得，台灣人其實蠻有錢的哦。台灣的路我們也發現其實也比較適合開這種大車，那我們就覺得有點衝擊啊，因為德國相對起來土地大很多，那台灣相對起來土地比較小嘛，結果是台灣這種比較小的地方，可是大的車子竟然比較多。那德國這麼大的地方呢，他們道路設計反而是比較適合小車子，所以就是行人可以走的地方比較多這樣。市區內還有那個 Straßenbahn 也佔據了一些馬路，可能原本比較大的路，它切割一些給行人走，然後又切割一些給 Straßenbahn走，所以變成車子就只剩一條路可以走。這個以往啊，我們印象台灣都是行人地獄，對不對？因為像去年我就回去了2次嘛，那今年又回去了1次。那其實我覺得去年跟今年的感受起來，台灣的車子啊跟機車族啊，他們對於這個看到斑馬線的行人停車這件事情，我覺得改善的幅度非常大。就是我這一次回去，我盡量的不要看兩邊，直接走過去，車子都有停，我現在還活着。我覺得還不錯，我上次有看那個 Dcard，就是他有在西門町裡面測試。其實我以前覺得台北是做的比較好的，高雄相對起來這麼的友善。那當然來國外以後，來德國以後，覺得這邊真的是天堂，就是車子不管怎麼樣都會停，就算車水馬龍的那個，你這樣走過去，它車子也都會停。行人地獄這件事情，在台灣每年，我覺得應該是慢慢越來越好的狀況。我回台灣啊，就是我們有去宜蘭嘛，然後有去台中嘛，也有去台北跟嘉義。其實以前我們也都知道，也不是只有這一次觀察而已。高速公路開車方式跟德國不一樣。可是我在台灣的高速公路上是有看到說，內車道為超車道。德國和台灣的高速公路開車的規則是一樣的，不然他們駕照怎麼可以這樣互換？只是德國這邊有一些在路權方面會有牌子讓你更清楚。台灣人開車方式就是內車道好像也是當一般車道在開，所以呢，你會看到內車道擠滿了車子，大家超車變成到外車道去超車。那在德國這邊，大家就是照一般的開高速公路的方式，你要慢慢開沒有關係，你就開在最外側。照那個速線開呢，你就開中間。開中間，你覺得前面那一台開太慢了，它就沒有照速線開，它就開很慢。你要超車呢，你就要用最內線。那你超完車以後呢，要再回到中線。不過我覺得台灣的高速公路啊，它速線比較像荷蘭。所以我在荷蘭開的時候，其實通常我都開中線道。那在德國這邊，如果通常開內側的時候，我通常是在那種無限速路段會開內側。其實我也回想以前考那個駕照的時候，其實我對於那個高速公路開的方式，我也沒有很熟悉。那是直到我到德國這邊有開車以後，我觀察
德國人是怎麼開的，我才發現，他們這樣開才是正確的。因為你想要超車，你想要快一點，其實可以啊。台灣常常有一些人開車說前面這個龜速啊怎麼樣這樣，其實因為內車道也被擋起來，你沒辦法超車，造成說，高速公路變成慢速公路，因為大家每一道都擠滿了車子。如果現在考照的方式有改變，然後有把這個開高速公路的方式的這個觀念改變一下，我覺得台灣的高速公路可以更順暢一點。希望這個台灣的駕駛都會看到這一個影片。回台灣我們也有搭高鐵啊，也有搭台鐵。那當然這個準點率就不用說了，這個台灣鐵路的準點率跟高鐵的準點率真的是遠勝於德國這邊。比如說像自助餐，去自助餐你可以夾你想要吃的，然後但夾一夾呢又很便宜，以德國物價來說就很蠻便宜的。這一次回去，我有冲去那個台北看了一場中華隊熱身賽，跟軟體銀行在那個現場聽那個口號的吶喊啊，就會想起以前瘋狂參與那個棒球的那個時光。那台灣呢，還有一件非常大的優點，就是你在路上不太會聞到煙味。這個在德國哇，這個你走幾步就有一個人在抽煙，走幾步就有一個人抽煙。那這個在台灣基本上不太會聞到什麼煙味。我在台北火車站旁邊有看到一個吸煙區了，但是就在那邊吸煙而已，你不會說邊走邊抽，因為如果你走在前面那個人在抽煙，你走在他後面，你就會一直聞到煙味啊，這個是，那你就想要趕快超車嘛，因為不想走那麼快就很煩了。期待他們有一天來推這個什麼無煙城市的。我這次回台灣還有去便利商店吃泡麵。我覺得這個蠻方便的。我覺得可能對於這個我短暫回台灣是一個體驗啊。其實我以前在台灣住的時候，也比較少去吃 7-Eleven 的那種泡麵，對啊，因為就平常就很多吃的嘛。那我這次想說，我們有一餐就是那時候因為過年，然後所以商店也都關起來，所以只能在 7-Eleven 吃泡麵當中餐這樣。但是就很方便啊，你看 7-Eleven 什麼都有，它連那種減脂的那種雞肉都有，你想吃一餐健康的也都有。這個街景還有房子的設計，台灣街景你也知道，就是華國美學，就是招牌啊一堆啊。然後在德國這邊，大家這個街景一致。在德國這邊，因為沒有那麼多摩托車，我在開台灣前幾天有在那市民大道下面的 U-Bike 借車，然後呢，那個 U-Bike 站就在那個什麼路口旁邊嘛。我在那邊借車的時候，就突然就是所有的摩托車一起啟動的時候，哇塞，那一刻那個噪音是非常大的。讓我蠻印象深刻的。那因為在德國這邊就是很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。當然，因為我們是回台灣度假嘛，度假3個禮拜，所以生活啊什麼就跟家人在一起，也跟不同的朋友約，所以這個生活是比較緊湊的，然後比較忙碌的，然後也會講比較多話，因為跟朋友見面嘛，然後就聊聊這一年怎麼樣啊，這些日子怎麼樣，在德國怎麼樣啊。所以就是我覺得會比較忙碌一點，就是說也是會想念這個在德國的時候，就是一般的生活，就是禮拜6日起床，然後睡到自然醒，然後可能起來看個 Netflix， 看個籃球啊，然後吃個早午餐啊，這樣悠閒的生活。然後還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像我們現在來萊比錫嘛，然後我們是從杜塞爾多夫開車過來的，對，但是我在台灣沒有車嘛，所以就只有在德國這邊有車，就會覺得說有點懷念這個可以自己開車出去的感覺。反正就像大家如果出國玩，然後可能玩到最後一天會有點想念原本台灣的生活那種感覺。OK， 那這一集呢，我覺得我就分享到這裡。那如果你有什麼想要補充，比如說你出國以後啊，你會想念台灣的什麼事情，都可以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，对吧？因為我們就是台灣人嘛。那台灣人回到台灣，我覺得這個感覺是蠻有趣的啦。每一年回去最後我想再補充一個，才去結賬完，或者是搭電梯人家出去，我們都會後來就習慣說，要打個招呼，就是跟他說拜拜啊，或是 hello 啊之類的。那這個回台灣搭電梯的時候，只要有人要走出去的時候，我就會有一種衝動想要叫他去死，不太可以叫他去死。如果你有類似這樣不同地方、不同文化的這個感受差異，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，好不好？那這一集呢，我就分享到這裡。如果喜歡這一支的分享，記得幫我點個讚，訂閱這個頻道呢，就不會錯過更多的分享哦。
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，拜拜。有聽到睡着。